跌入海的月色，跟随风起落，吹开明丽红尘，我初见星河，一生天地山河，千年你的我，不怕土与莲言悲歌。你在前的光影，沿着梦裂波，锋芒涅槃入我，重燃了喜乐。应顿一程海色，紧随你跋涉，不惧相巨浪，荆棘波折。你见过我桀骜的、清晰的、赤诚的心，从悲鸣里过，带着大地长河的笑容去奔赴辽阔。每一丝丝、一缕缕金丝珠，放在我生命展开云朵，它攀藤伴喜镌刻。订酒店就同城，安心预订，退改无忧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《高光时刻》。你好好看看，真人比之画像，如何？年轻人偶发胃不适，轻症用轻药，新39倍肽，邀您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细胞级修护，预约年轻，肌存硒全新璀璨系列，邀您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我身体这么好，每日还让我换药，换，弄得跟个小娘子似的。海狮，你可回来了！喂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在这些日子，师傅一日最多跟我说5句话，你再不回来，我话都不会说了。你怎么了？哥，到底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呀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师傅让我出去办了个差，赵叔死了。还是，这世上很多事情都有因果，师傅不会冤杀一个人。或许是赵叔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，咎由自取呢。从前我也不习惯，到后来我才慢慢适应的。你说因果，那到底什么是因果？你知道吗？那一刀下去，我想起了我阿爹。当年，我阿爹为了寻鲛珠，带我出海是因；我拼命挣扎想活下去是果；我拼命挣扎是因；咬破了我阿爹的手是果；我阿爹手破了是因；因此而被鲛鲨吃掉了，又是果。看似环环相扣。如果再往前推呢？我阿爹为何要求鲛珠？我为何是我阿爹的女儿？我跟我阿爹阿娘生活在渔村，我们的性命就如同一棵棵微不足道的草芥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就能决定我们的人生。你说因果，那些决定不了自己命运的人，
就只能认命吗？帝旭的命是命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了。只是为了尽忠，之前所有的相处，那些情分，都是假的吗？海市，你给哥听好，你听差办事，就算错也不是你的错。你不明白的，哥给你去问，非给你要个结果不可。指挥使，这是盯梢诏书的人做的诏书的行录，他和尼华罗细作的所有往来，都记录在上面。另外，诏书的后事，我也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好，做得很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师傅，这么晚，何事？季风馆的事情千万件，为何偏偏让海市去杀诏书？他可以不杀。师傅，您明明知道，您让海市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去做。我知道师傅不会冤杀诏书，但为什么不能给海市一个答案呢？不必了。不必了，师傅，海市杀的是他的伴当啊！进了季风馆，就是要抛弃人情这两个字。伴当也好，师徒也罢，兄妹也是，只不过是个称呼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不必放在心上？那师傅当时收留海市，收留我，也只是为了有一个可以驱使的人吗？卓英以为卓英是男子，师傅将我从小养大，粗糙些也无妨。但海市呢？师傅对海市是维护的，是疼爱的。如今这样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救他之前，给过他选择。你如果跟着我，选择做个女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如果选择做个男孩的话，除了安逸，什么都有。男孩，我要做男孩。他在办差之前，我拦过他，结果呢，他还是去了。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他连陛下都敢杀，你觉得他怕死吗？你太小看他了。海市要杀陛下，他要为我们报仇。师傅，纵然海市有千错万错，您万万不能这么对他。海市真的很仰慕您，打从小的时候，只要是您说的话，他没有一样不认真去做，哪怕事情再小再繁琐。您还记得他刚刚来到季风馆的时候吗？有一次您出门办差，临行前告诉他要教您屋里的那株兰花。后来由于您办差太久，那株兰花病了，死了。但海市他每日依然还在教那株花。他为什么？或许他心里想的是，他答应师傅的事情，他一定要做到。还有师傅，您说过，练功很辛苦。海市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，他甚至不愿意让我有怨言，因为他说，师傅是最好的师傅。别说了，师傅，如果您想责罚他，想锤炼他，您大可以给他派一些别的任务，为什么让他去杀诏书？我叫你别说了。
师傅，您对海氏太残忍了。小公子，少子哥，小公子，马已经备好了。你这刚办完差事，才歇了1天，就着急要走啊？师傅让我历练，我也想去各处的铺子看一看。要不要跟指挥使告个别？我走了。小公子小心。师傅，徒儿不孝，几次3番的忤逆师傅，辜负师傅的抚育之恩，每每念及，我亦羞愧万分。如今我领悟您的教诲，将向汉州行去，沿途检索管中的暗哨，乱则治，缺则补。此去归期未卜，愿您珍重自己。切切，徒儿还是叩首，叩首。是追逐，不染尘土，要亲自交付。愿我不逆旧路，细雨朝暮，江山寒风布。愿我青春皮肤回顾，落魄也投入，承蒙你的倾慕，最后如最初。一生一次。指挥使，小公子已经走了。临走前，我问他要不要跟您道个别，小公子没有言语，朝着您的房间磕了一个头。他的书信我都看了。其实，出去历练一下也好，就是汉州苦寒，陛下的旨意也不好办。小公子这一走，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忧。在他这个年纪，固然算是俊杰，但入行办差时间短，怕是再遇到什么麻烦。陛下那边，我会亲自请罪。那属下告退。周柳姐，你确定在此处换洗皂纱会使皂纱变得更柔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这皂纱是祝碾的特产，祝碾位于西南方，天气与天启不同，会更湿润、更温暖。这水心院温泉的水应该更贴近祝碾的水温，我们姑且试一试。嗯。周柳姐，这皂纱当真柔软起来了。这皂纱极薄，风一吹便干了。你我抖一抖叠好，回去就可以开始给淑容妃做新衣裳了。嗯。啊！周柳姐怎么办？皂纱飞走了，我们回
回去会不会被典医责罚？我看着皂纱往那偏殿的方向去了，我们先去那边找找，没准能找回来。嗯。周游姐，你慢一些，我跟不上了。周流姐，怎么办？该找的地方都已经找过了，还是没有。怎么办啊？风神啊，风神，是您带走了皂纱，请您快点把皂纱还回来吧。若风神能把皂纱还回来，这流必定好好答谢风神。怎么办呀，这流姐，拜了风神也没有用，如此贵重的织品被我们弄丢了，会被送去内狱的吧？不怕，我会和典医禀明，是我要到水行院去换洗皂纱的，一切的责罚由我来承担。赶紧回灵锦司吧，我们出来这么久了，这会儿典医肯定在找我们呢。这刘姐，典医在不在啊？如果典医出门采办了，我们要不要再回去找一找？万一皂纱就在哪个角落，刚才我们没有看到呢？先看看典医在不在再说。嗯。皂纱，这刘姐，你看。是咱们的皂纱，没有损坏。太好了，这刘姐，咱们不用被责罚了。是谁将皂纱送回来的呀？难道是风神大人听见了咱们的祈祷，感觉到咱们的诚心，所以将皂纱送回来了？一定是风神大人，不然有谁会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藏起来，向灵锦司讨一些便宜，只是悄悄地送回到灵锦司？还刚刚好在这个时候。好啦，赶紧把皂纱再理一理，这次可真的不能出什么岔子了。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999感冒灵，邀您继续观看《狐珠夫人》。哎呀，客官，您来了。来，您慢点。来，坐。哟，好俊俏的小哥呀！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？住店。您跟我来。我跟您说呀，住店您可算是选对地儿了。我们这店虽然小，但住的舒服呀，包您住的连家都不想回。小二，哎，来了，老板娘。来，干了啊！这方圆20里就你这一家店，生意倒是红火。可不是嘛，也是10几年的老店了，都是熟客。天子1号，最好的客房。您跟我来。我看小哥你也是长途跋涉吧？是不是饿了？准备点什么给您送过去？粥、面还是包子？不必了，有间客房歇息就好。小哥，我看你身材英武，要不奴家给您占点便宜，少算您点儿。小哥，还是奴家给您带路吧。就这间房，这个呀，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房间。您来看看呀，房间好了。
看看，要是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。我先不打扰你歇息了。睡着了。小哥，快救救我呀！他们都是强盗，抢了我的客栈，还把我绑在此处啊！关老爷呀，你们得为小民做主啊！这人是一强盗，欲把我绑于此地，抢我的客栈的。什么人出来？将他拿下！你们的主子真是越来越没有出息，开黑店打埋伏，简直侮辱他祖上的英名。过了今日，如果还有命，回去劝告你们的主子，如若再向鼠辈行事，将来方某肯定回礼奉上。站在那儿干嘛？师傅，昨夜客栈的那些人是不是北府军？是。竟然能撕掉北府军，说明这个人一定不一般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上元节刺杀您的是不是也是他？他是我的旧相识，有些私怨。但不必忧虑，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。对了，巡查铺子的事情不必急于一时。既然你已经开始办差了，多的是历练的机会。只要你不再有刺杀陛下之心，就留在疾风馆吧。他们明显是冲你而来，日后出入要小心，处理下伤口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小公子，嘿，小公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想清楚了，不去杭州了？
不去也好，这天啊，马上就上秋了，汉州那边冷的还早。少子哥，师傅不会冤杀人的，对吧？小公子能这样想，那最好不过了。其实这件事啊，我早就想跟你聊一聊。别看赵叔这些年孑然一身，其实在北方老家，他有一个侄儿，是他唯一的兄弟留下的遗孤。赵叔每年都会悄悄送些银两给他北方老家的侄儿，不料被胡库细作发现，抓住了赵叔的侄儿，用他的性命要挟赵叔，给他们传递消息。此事人证物证俱在，虽然是胁迫，但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赵叔哪一点都逃不过。指挥使答应了他的请辞，而后才让小公子前去盐城。对外就说赵叔是因为旧病缠身而亡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保住赵叔唯一的侄儿，让他安稳度日。小公子，我知道在你心里，有些事情一定很难放下，但世事无常啊，人生的路还长着呢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我早晨看到这刘姑娘了，她好像去水心院那边换纱去了。你看见了，咋不告诉我们？你傻呀！我当时正值岗呢，远远的看见。我要告诉了你，那值岗那些人不都乱套了？别闹，人家在等这刘姑娘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小的们是来熟悉地形地势的，以便将来好好值岗。哼。熟悉地形地势。我若没记错的话，你在宫中当值已经有3年，你也有2年半，你也快2年了。倘若当值这么久还要熟悉地形地势，那宫中的职就白当了。大人，是小的的错。即刻起，你去西便门值守，你们2个去西角门当值。宫中严禁私相授受。倘若我再发现你们来灵锦司附近，定严惩不贷。是。还不快去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封神大人，多谢您将皂纱带回了北小院，让这流免于责罚。这流特意用家乡带来的这流花干做了这流花饼供奉您，望封神大人不弃笑纳。这流日后定会念着封神大人对我的好，对封神大人尊敬有加。这流姐，怎么了？这流姐，你看这花样子这么老气，适合绣在裙摆上吗？我说不适合，小春说只有这个才合适。若是给荣姑姑绣的，便用这个吧。这个好，我马上便去绣。这刘姐的眼光最好了，小春哪比得了？
又让厨房做烧鸭子了？没有啊。我都闻见味儿了。这确实是一盘烧鸭子，我见到师傅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了。师傅抚琴，远看犹如谪仙子，仙子自然是不吃烧鸭子的，所以是我错了。错，就错在烧鸭子身上。不是。世事繁复，海市日后，应当三思而后行，不会凡事只看表面，定不负师父期望。所以师父是原谅我了吗？此处是何处？手三阳经。若是断了会如何？轻则不能习武，重则残废。知道，还不服药，自己思过，回房去。谢谢师傅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慢着，你手艺不佳，还自作聪明，明日开始加紧训练，不能偷懒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还有，把这盘烧鸭子拿走。您不尝尝吗？拿走。这里要留一些缝隙，不然下一道线上来会显得很拥挤。知道了。这刘姐，这都快绣了1日了。是啊，这刘姐，我们都快累死了，让我们歇息一会儿吧。是啊，姐，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。你说现在典医又不在。是啊，这刘姐。歇一会儿吧，让我们歇一会儿吧。是啊，让我们歇一会儿吧。就一会儿。好了，那记得把针线都收拾好。封神大人原来喜欢我做的这流花饼，日后我自会常常做给封神大人吃。也请封神大人保佑，让这些小师妹们快点进步吧。她们进步快了，就能帮上姑姑和我的忙了。还有，我在为那位新舍生校尉绣新官袍，希望这位大人能够喜欢我绣的官袍。师傅，看把心。师傅，那日我走了以后，您是不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一路跟着我？心中挂着我字，容易射不准。
小心伤口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哎，哥。干嘛？你这一进院子就傻笑，你傻笑什么呢？你藏什么呢？哎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倒是你，拿着羽毛做什么？我看这羽毛很轻薄，可以用来做箭羽啊。哼，我看你兴高采烈的，有什么喜事儿？我原谅师傅了。你原谅师傅了？我看是师傅原谅你了吧？真没骨气，前几日还一副顿悟红尘要出家的样子，没想到师傅说两句好话，看把你高兴。别跟我动手动脚的，恶心。哼，倒是你呢，今日午饭都没吃。你今日不是当值吗？怎么当值当的好像动了嗔心呢？哎，对了，今日有人跟我讲，陛下下旨点选你参加今年的科举啊。啊？陛下，这是科举比武的名录。苏秦，此次科举比武你是主考，就偏劳你了。多谢陛下，臣愿披肝沥胆，绝不惜力。好，退下吧。汤乾字，臣在。你回乡省亲之事可以办妥。谢陛下天恩，臣10数年未曾归朝，此番回乡，家里都很高兴。黄泉关乃北方重地，既然私事已了，你便赶紧开拔驻守去吧。又蹲着了。臣弟愚钝，请陛下责罚。众卿可还有本奏？臣等无本可奏。那就退朝吧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听说方海市整理了户籍，朕倒是好奇，他是否能像当初那个方卓英一样一举夺魁？他还差些火候。依朕看，他倒是比那方卓英强。方卓英是个闷罐子，闹不出什么声响。朕等着在殿上见到他。科举期间，臣会加强都中的守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万无一失有什么意思？无趣。海市。师傅。找我有事。坐吧。我来。师傅，您刚才去宫里了？你特意来找我，就是为了问这个？卓英跟我说，陛下钦点我去科举。不用去，我替你推了他。不是的。一开始听到的时候，确实不知所措，但是
我想去。想去，是为了陛下？不全是，我也想看看自己的弓马是不是练到家了。科举中有太多的关卡，你身份不方便。若真想去，那就去吧。还有事？师父明知道科举的时候陛下会在，为何仍然允许我接近他？这是陛下的旨意。还有，你答应过我，不会刺杀陛下。我相信你。是不是只要是他的旨意，师父都会遵循？天下之大，大征有今日，皆是陛下之功。可当年若不是因为他下旨，苛捐诸税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枉死，我也不会因此而失去父亲。国事非一人之事，上言下行之间有太多的关节，你慢慢便会懂的。先把心思放在科举上。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好好准备科举。那我这就去练习了，徒儿告辞。仔细臂上的伤，抹了师父给的药，已经好多了。海市啊，这平素里不是百发百中吗？今日怎么射成这样？哥，你来的正好，过来。干嘛？我还要去宫中有事。你今日又不当值，你去宫中做什么？反正有事。你去看嫔妃吧。你瞎说什么啊？看什么嫔妃啊？陛下现在每日心情都阴晴不定的，这些做妃子的可都遭殃了。当然了，我没说你的提篮殿下。自从你上次大闹进宫，陛下就把提篮殿下关进了玉安宫。不过啊，依我看，他不去看他反倒是好事儿。我之前还说收集天启城好玩的东西，收集齐了给他送过去呢，给他打发时间用。若不是我真的知道你什么情况，我还真以为你情根深重呢。这提篮殿下有什么好的，让你心里如此想他？我们女孩之间的情谊你不懂。你这样哪像个女子啊？方卓英，你过来。干嘛？问你点事儿，你跟我说说，你3年前科举夺魁的时候都考了什么？要准备什么呀？就这个事儿啊？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儿。乖。科举考试呢，分为初选、会选和殿选。你呢是陛下钦点的，所以就不用初选了。其次是会选，再次是殿选。会选和殿选都会在都中进行。从会选到殿选，一共要考3个科目。考哪3个科？具体的每年考的都不一样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千万不要每日只学这种舞刀弄枪的东西。还有很多讲武堂的人要来参加会选，那些人啊也是要考测问的。还要考测问？当然，人家是选将，又不是选武夫。那万一选一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，不就完了？看来这科举考试还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。那你方卓英是怎么考上的呢？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哥哥我去年上4节的时候，那也是大姑娘小娘子的对我治国营车了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比夫了？治国营车，还不是因为当年你混在武乡侯府的车上，听说那14郎周佑度啊，姿仪甚美，海内所瞻。凭他那小侯爷的才貌，若不是与你同游，果子能成好几车了吧？看清我，不教了。教一教嘛，教一教嘛。海市，
哎呦，师傅啊！去茅房了。哎，方若英。因我义无旁骛之问，已是分寸的针妥帖我们。凉风细月推朱门，空荡不恨。这现实安稳，太适合牺牲。缄默已顽劣的天真，集中用伴隐忍，浪费余生。时光再蛮横，也要百尺子骨骼。思念倒不必借你回忆来傍身。当时风华纷纷，应是何时辰？何故要端坐风月里孤身？想再丹青的城，篝火林